老人救助受伤野猪，野猪为报恩竟与家猪配种。家猪和野猪产下的后代又是什么样子呢？眼前的小猪仔们正在母猪怀里吮吸母乳，通身的灰白条纹很是扎眼，似乎将家猪和野猪的颜色均匀涂抹了。而它们的面部看起来跟母猪没有什么不同，显然没有继承野猪长长的獠牙。观察下来，小猪仔们并不像个异类。其实这很容易猜到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野猪和家猪就是一家人，只不过在人类在进入农耕文明的时候，开始大量的饲养家畜，而很多证据都表明，当时人类饲养的就是野猪，但随着慢慢的驯化和有意识的培育，它们逐渐成为家猪。而目前发现家猪最早的化石，距今只有9000多年的时间。随着人类慢慢的奴化，野猪的一些特征开始慢慢变少，它们变得越来越温和，獠牙也越来越短，成长速度也逐渐加快，也被人类称为家猪。反观现在的野猪，性格都很狂野，有的野猪獠牙甚至能长到20厘米那么长。由于食物和环境的一些影响，野猪的成长速度要比家猪慢很多。但是因为野猪老糟蹋庄稼，袭击人类，所以很多人对野猪都是敬而远之的态度。老人救助受伤野猪，野猪为报恩竟与家猪配种，而野猪本身就是一种凶猛的动物，那它为什么没有伤害老人呢？难道野猪也懂得尊老爱幼吗？事情还得从1988年一个叫做西池的小村庄谈起。这个村庄的人世世代代以耕种为生，虽背靠大山，但这儿的人从来没有想过靠山吃山。这个山对他们唯一的用途就是可以砍些柴回家烧火。但是很多年轻人却觉得上山打猎是一个很好的主意，不仅可以果腹，还能够出去做买卖。老人们知道他们的想法后竭力阻拦，山上的猛兽太多了，上去打猎生命容易受到威胁，万一有人因此丢了性命，反而得不偿失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由于百年洪涝发生在西池，导致农民们的庄稼颗粒无收，大家为了活下去就去上山打猎了。一想到山上那么多猛兽，大家的热情也有点退却，但是为了活下去都鼓足勇气上山。没想到刚上山就遇见了一大群野猪，数量这么多，足以解决他们的困境了。在大家的相互配合之下，野猪成功被捕捉。这些野猪每只都看起来很壮，拿到外面卖肯定能挣不少钱。收获满满的村民们打算拖着野猪下山，结果老人却偷偷放走野猪。老人的行为让大家特别生气，费了9牛2虎之力才打到的猎物竟然就这么放走了。老人只好跟大家解释，凡事不要赶尽杀绝，世间万物都有因果。大家听见老人这么说，也没有再计较了，毕竟野猪都跑了，生气也没用了，赶忙趁着天还没太黑下山回家了。野猪虽然放走了，但是这件事情的风波还远远没有平息。大家虽然知道老人是好心，但费力不讨好的事他们也不想让再发生，于是上山打猎便没有再叫老人。随着春天慢慢到来，村里的人也开始忙耕种。这时一只野猪闯入了老人家里，非但没有破坏东西，还跟老人相处得很和谐。老人救助受伤野猪，野猪为报恩竟与家猪配种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天老人发现自己家的猪竟然怀孕了，罪魁祸首究竟是谁？这头家猪是老人家自己怕无聊给家里养的，可是孤身一猪突然怀孕，这件事情却让老人不解。他开始每天观察猪圈里的母猪，慢慢的老人发现每天来自己家玩的野猪喜欢往母猪跟前凑。他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俩谈恋爱了，母猪肚子里的小崽子是野猪的。得知这个事情的老人每天就将母猪和野猪一起喂养，不用他们偷偷摸摸的相会了，一直将他们照顾到产下猪崽。村里的人听见老人家的母猪生出来一窝小猪崽，都好奇不已，一头猪是怎么做到能生出孩子的？等到了老人家里，看见野猪后才明白，原来这是当初老人放走的那头野猪，母猪怀孕就是他的手笔，一下就让老人家变得热热闹闹了。知道前因后果的村民们纷纷感叹，做好事还是有好报的，也跟老人消除了之前的误会，都祝贺老人喜的猪崽。这个事情我们也知道了，善恶终有报，老人因为自己的念头将野猪放走，反而拥有了更多的猪崽，这种做好事得到的回报也让人羡慕不已。所以我们以后尽量不要去抓捕野生动物，平时遇到一些流浪和受伤的小动物，也可以尽我们所能去帮助它们。一个小小的举动对于我们是举手之劳，